如果一个赌徒或者股票的投机者能够穿越时空，回到过去，他们就可以未卜先知，从而赢得未来。可是这样的白日梦会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发生吗？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尔法科技频道，这是一个追踪前沿科技和趣事的频道，我是摩西。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已经表明，通过操纵量子纠缠，使得被纠缠的粒子之间保持关系。他们通过计算机模拟，如果能够穿越回到过去，究竟会发生什么？这样，人们就可以改变他们发生在过去的行为，进而改变今天的结果。粒子是否可以穿越时间？这在物理学家中是一个极具争议的话题。尽管科学家们已经模拟了这种时空循环的情况，并将他们的新理论与量子力学结合起来，剑桥团队已经表明，纠缠可以解决那些看似不可能的问题。该研究发表在《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文章的作者 David Arvidson-Shuker 说：“想象一下，你想给某人送一个礼物，你需要在第一天发送，以确保他在第3天到达，但你在第2天才收到那个人的愿望清单。所以，在时间顺序不变的情况下，你永远都不可能提前知道他们会想要什么礼物，也无法确保你送出了可心的礼物。但是，请想象一下，你可以在第1天根据第2天收到的愿望清单来送出你的礼物。我们的模拟利用量子纠缠操纵来展示你如何穿越改变你以前的行为，以确保最终的结果是你想要的。该模拟基于量子纠缠，它包括粒子之间可以共享的强关联，而经典粒子不能共享这种关联。量子物理的神奇之处是，如果2个粒子彼此足够接近而可以相互作用，即使它们分离开来，它们依旧可以保持联系。这是量子计算的基础，利用纠缠的粒子来执行相对于传统计算机来说过于复杂的计算。在我们的模型中，实验者将产生2个纠缠在一起的粒子，然后将其中的一个粒子发送去进行实验。在获得新信息后，实验者操纵第2个粒子，以有效地改变第1个粒子的过去状态，从而改变实验的结果。Arvidson-Shuker 说，这种效果是非常显著的，但每4次只会成功1次。换句话说，模拟结果中有 75% 的失败概率。但如果我们一直采用这样的操作，那么你总会有1/4的概率成功。为了使这个模型对实际的技术具有意义，理论物理学家们将它与量子计量相联系。在常见的量子实验中，光子被照射到样本上，然后用一种特殊类型的相机记录下来。如果要使这个实验有效，光子必须在到达样本之前以某种方式进行处理。研究人员已经表明，即使他们只在光子到达样本后才学会如何最好的处理光子，他们也可以使用时间旅行的模拟来回溯地改变原始的光子。为了抵消失败的高概率，理论家们建议发送大量的纠缠光子，知道一些最终会携带正确更新的信息。然后他们会使用一个过滤器来确保正确的光子传递给相机，同时过滤掉其他不好的光子。Aidan McConnell 说，还是我们刚才举过的礼物的例子，假设发送礼物的成本很低，我们可以在第1天发送许多包裹。在第2天，我们就应该知道要发送什么礼物。当包裹在第3天到达时，每4个礼物中就会有1个是正确的。我们通过告诉接收者丢弃哪些不好的礼物来选择正确的礼物。Arvidson-Shuker 说，我们需要使用过滤器来使我们的实验成功，实际结果将会非常可靠。如果我们的时间旅行模拟每次都能奏效，世界将变得非常奇怪。相对论和我们正在构建对宇宙理解的所有理论都将被推翻。请注意，我们并不是在制造一个时间旅行机器，而是在深入探讨量子力学的基础知识。这些模拟不允许我们回到过去并改变我们的过去，但它们确实允许我们在今天通过解决昨天的问题来创造一个更好的明天。请给摩西点个赞，我们下个视频不见不散。